1992年4月11日星期六至12日星期日。好多人中意揣測我嘅政治前途，佢哋大多數都出於善意，只可惜真正徵詢過我意見嘅人寥寥無幾。喺保守黨主政嘅政府入邊，甚至有人建議 Nick Scott 乾脆放棄佢喺倫敦 Chelsea 區嘅議員席位，等我更好咁直接空降到佢嘅選區。Tristan Garrell Jones 就係其中一人。呢個做法絕對有害無益。喺呢種情形底下，唔通真係仲有所謂坐定粒六嘅議席咩？反為好容易令我成為保守黨版本嘅 Patrick Gordon Walker。但最重要嘅係，我根本反對泳彤同我哋一家人再次陷入水深火熱之中。至於想辦法四處物色董事嘅職位空缺，正待重新出發嘅機會，我恐怕到時真係會變成過氣政客。呢個情形就好似等待緊下一場舞會咁，而終於等到有人嚟邀請你跳舞嘅時候，自己竟然跌低咗，或者踩親選民嘅腳趾。要說服自己前往香港，無疑都係啲唔係幾好嘅理由，但令人鼓舞嘅吸引力都唔少。香港總督呢個職位可能無法取悅所有嘅人，但不失為一份體面、有意義而且值得尊重嘅工作。同泳彤討論呢件事嘅時候，佢同我講，你唔接受呢個職位嘅話，恐怕一世人都會後悔。但說話講返轉頭，若果我真係接任港督一職，泳彤先至係犧牲最大嘅人。對於自己能夠成為親力親為治理香港日常事務嘅市長，並處理艱巨嘅對華外交關係，我熱切期盼身為英國最後一位主要殖民地嘅總督，呢個將會係重要嘅歷史任務。再加上之前我曾經擔任外交部海外發展副大臣，認識到亞洲以及環太平洋將會成為未來世代非常活躍嘅地區。雖然工作好艱難，但我覺得重要嘅係向世界展示我哋能夠以體面嘅方式處理最後嘅帝國責任，而且唔辜負香港人民。星期五六兩日朝早我去咗首相府，離開嘅時候，馬卓安大方咁帶住我同等緊佢嘅人群打招呼，以保證我能夠同佢分享呢一次選戰嘅勝利。而能夠獲勝，無疑係佢非凡嘅成就。波斯灣戰爭結束後，馬卓安並未接納好多人嘅建議，即刻用極端愛國主義嘅方式推動國會改選。當時佢的確可以咁做，佢反為喺國家經濟衰退期間先舉行大選，而當時仲睇唔到任何經濟復甦嘅跡象。好多保守黨國會議員之所以勝選，都係拜佢所賜，但對佢表示由衷感謝嘅人少之又少。